了，出来的啊！你这是投的钱啊！翻译呢？你看我给你抓。喂，你看那边，他这个。这俩哪个赢的概率高啊？肯定是这个，手气真臭。10块钱就花的是50个，你这算什么？输了不少。老师刚刚1分钟做了100块。等会儿，有14吗？未成年人都有，你都拍了吧？玩啥游戏啊？赢钱的就行。对，随便玩嘛。老板，那个先来个5块邮币吧。到柜台买。我买。那边。行，你请，我那边等你啊。好。这赢得多吗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来了。红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举报你这有赌博机。那不可能，咱们这儿你看都是正经游戏厅，我们也不敢呀，哥。敢不敢呢？查查就知道了。电压用过了，你这电压过了。等会儿电来了就好了，安静一下就行了啊！安静！瓜娃子。来。指挥中心，现场停电了，无异常情况。哎，我来处理，我这个活动一下啊，我来处理。先板，我来处理啊。哎，没事，我来处理啊，我来处理。没问题就行，老实点行不行？啊！警察，哎，警察你管不管？钱刚扔进去，停电了，白玩了，什么破玩意儿啊？啊！马上要赢了，我们的钱怎么算？我来处理啊，我来处理。你处理什么？我来处理。来，听我说几句。这么多人的钱，听我说几句行不行？刚刚电压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吧？我来陪你们，是不是？退！别生气，大家都是来玩的，是不是？玩开心就行，继续玩啊，继续玩啊！悠着点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走吧，走。怎么样？你都拍下来了吧？清楚，就差怼脸。行啊，你这随机应变能力够快的。孩子是我还回去的，但是抢孩子的人不是我啊。抢孩子是你男朋友对吧？可是那是他自己的孩子，应该不犯法吧？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他们2个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法院已经裁决孩子归母亲。他这个时候抢孩子就是涉嫌犯罪，我们有权调查。我一直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，但是我没有参与啊。所以你要让他自己来接受调查，我们才能搞明白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。我已经跟他分手了，新闻出来后，他知道搞砸了。我一直劝他把孩子还回去，他自己偷偷跑了，把孩子交给了我，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没事，别着急，别激动啊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。他是不是欠高利贷了？这个我也是他们闹到店里我才知道的。他本来就喜欢赌，应该是躲回老家去了吧？我把他老家地址给你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们每天要钱，天天催，打电话催，发短信催，我实在要崩溃了。你这是欠了多少高利贷呀？也没借多少呀，就是手头一时周转不开，借了3万，结果他们逼得我连房子也卖了，还了100多万，还是不够，让我把店也卖了。这个福星公司就是诈骗。具体说说吧，他们怎么坑你的？
我本来就想借3万，结果他们让我签一个5万的借款合同，我想也就算了吧。结果到期还钱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他们人。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恶意拖欠，要我交好多的违约金，我怎么还得上呀？你说你欠那么多高利贷，这跟你抢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那不是把孩子还回去了吗？你是想抢了孩子，逼你前妻给你钱吧？看新闻闹出来了，怂了，才把孩子还回去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但凡是自己把孩子还回去的，我都没那么瞧不起你。你丢给你女朋友算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男人呢？那个福音公司就是他介绍给我的，我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。前夫跟女朋友跑了？好了，你接着查吗？查，别着急说我。福星公司搞的是套路贷。咱们人手紧，而且也不能插手经济纠纷啊。什么经济纠纷啊？这是黑恶势力团伙犯罪，上面应该很快会出台法规，到时候弄他们，咱们就有法可依了。哎，那到时候咱们就是最早办典型案件的大队了。这种事例光靠咱们一个大队办不了。京剧市里甚至省里会牵头，搞个部督案件也说不定。那咱们做个排头兵。先不想那么远了，好歹这个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。对，终于能早点回去睡一觉了啊！来哥，圆满个屁圆满！人也抓着了，孩子也找着了，行了吧？你眼里都是红缬丝，指定杆不好。对呀。你们看啊，大街上，孩子被偷了，查监控傻傻看不清，查车牌半天才确认，人找到了信息不全，查个电话号码，追踪半天告诉我机主换人了，查个银行流水，我们人都抓到了银行才把消息返回来，早有银行消息，我们早都怀疑到孩子他爹那儿了。你说这效率？你们想没想过？如果真的是人贩子干的呢？如果孩子没有生病，没被送回来，被人贩子卖了呢？如果人贩子丧尽天良，把孩子弄死了呢？回去啊，网上总有人说咱们办案效率低，说咱们无能。我每回都想给他们骂回去。现在看，人家话没毛病。咱们已经尽力了。尽力和办好是两回事儿。说，郑队，潘局叫你来一趟。好，马上。潘局啊，喝这么多浓茶，不怕晚上失眠？没事，我习惯了。潘局，张队到了。潘局，坐。哎，你好，坐。哎，把视频给他看一下。哎，好。这是我们昨晚录到的视频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这白玩了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举报龙沙派出所所长包庇违法赌博场所。县里面的问题你写得非常详细了，因为涉及到了所长，所以我向潘局申请扣除信件，每晚分局发，提及由我们市局办理。我们主要负责查清地下赌场的问题。找你们来啊，是因为你们和龙沙那边不熟。哦，举报信里写的那几个赌博场所非常详细，昨晚我们都核实过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在证据方面还差一环。潘局，这几家赌博机的存在已经确认了，那个巡警受贿的画面也拍下来了，警车、警号都有，这证据算全了吧？你的意见呢？可以调取一下昨晚他们的接触警记录，看他们怎么做的。口头可以抵赖嘛，但接触警记录是书证啊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调一个刑警过来。潘局，那这案子你打算从上往下办，还是从下往上办？什么叫上下呀？从下往上办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可以把违法场所人都给抓了，从他们嘴里套龙沙所的问题。
但这样一来，也有可能他们会选择自己扛，我们就只能抓到昨晚这个巡警这疑似违法违规的行为。一案双查，刑侦负责查地下赌场，纪委这边查保护伞。这个事情一查到底。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？不知道。你上周一是不是出警了？上周一哪一次？风景游戏厅。是。你看一下这份技术警记录，你记得吧？是。有人报警说这个游戏厅里有赌博机，你去了没查上？没查到。没查到，你应该给报警电话回电话呀。我回了，对方没人接。你通话记录给我看看。在另外一台手机上，我没带着。你几个手机啊？2个，怕电量不够。你把2个手机号都给我写下吧。好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那天晚上那个报警电话。按你说着，你给他回过电话了，但是你这俩手机号在上面没有通话记录啊。你来之前呢，我们已经对你做过详细的调查了，所以还打算那么演下去吗？说说吧，那天晚上你帮人这忙给你多少钱啊？好，那我换个话题，谁让你去招了这个游戏厅的？别跟我说没人啊，就你罩不住那地方。我那个辅警啥都不说。他们上线曾经交代过了，把事自己扛了，把上级保住，就能得到一笔钱做补偿。如果上级被端了，就什么都没了，钱也得不着。反正坐几年牢呗，换笔钱，他们乐意。那也得想法让他吐出来啊。我听说你那个辅警那天晚上一直在门口车里坐着，没进游戏厅是吧？对，没进。我前几天去他们宿舍转了一下，我看到他枕头底下有本考公的书，关键是上面写满了考试的笔记。考公？没懂啊？辅警属于劳务派遣啊，随便一句违反公安管理的话就能把他们给开除了，干着是一样的活，是什么地位？我了解辅警，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行。你那天晚上出警，为什么没下车呀？行，那咱们聊点别的。哎，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？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做警察最光荣。所以，我想再问你一遍：那天晚上，你为什么没有下车？为什么没有进游戏厅？如果你进去，应该会拿到更多的钱。你不想挣更多钱吗？我不想掺和这些事。我没下车，就是不想参与。但是那天，我刚好被分到那片去巡逻，不敢违背领导的指示，和同事们对着干。大家也都不容易，熬了一天夜，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。你说的这个领导是谁？
是我们所长。这个辅警说自己是被迫的，我认为是实话。那个老虎机的经营者每个月给派出所所长一笔好处费，所长呢把钱分给下面的人，如果别人拿了，就他没拿，在这个小集体里很难立足。那这个辅警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严格处理吧，还要在队里宣传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该反抗的时候就必须反抗，同流合污那就进去。无论是辅警还是民警，一个老百姓的家庭，培养一个公务员，培养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们再查一下这个辅警的参与情况，和检察院核实一下。如果能不起诉，就按违纪处理；如果要起诉，问能不能争取缓刑。行。那个派出所所长孙正红交给纪委那边。这孙正红才30多岁，几个龙沙所的人都说他很能干，本来分局那边都要考虑提拔他了。身在领导岗位，谋取私利还拖别人下水，严肃处理。这是你跟孙正红聊完了写的？对，跟他聊完了才写的。这个孙正红啊，就是典型的有能力但缺乏信念的年轻干部，就是交了不该交的朋友。你再加上一段。哎，您说，做人要知足，做事要不知足，做领导的要知不足。咱们纪检的同志啊，不仅仅是抓人，还要会挽救人，要善于把问题啊发现在前面，要善于发现问题的苗头和倾向性。很多民警参加工作的时候都很年轻，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咱们公安队伍，他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领导就是他的家长。作为家长，要把一个家庭经营好，少一个民警出事，就是挽救一个家庭。进来，潘局。可能背后这笔钱啊，我弄清楚了。孙正红袒护的这个游戏厅老板名下还有几家游戏厅，全都归龙沙派出所管辖，半年赚了3000多万。但是孙正红本人，我们认定的金额只有100万出头，他的分给手下的人，其实里外里他就捞了50、60万。捡芝麻丢西瓜，为了几十万，丢掉自己大好的前途。把这2句也加上。潘局，这句话加到哪儿？这小王，这个发言稿啊，你前面可以讲一点大道理，但是这个后面啊，要讲点大家爱听的。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容易犯困，我们开会也要讲究效率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希望大家都能记住，能传播，意思就是让大家口口相传，广告效应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大家能关注的，跟大家有切身利益的话题。今天我们讲廉洁，廉洁这2个字啊，不是高不可攀的。我是学计算机的，所有的问题在我这儿都能归结到数学问题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算一笔账。咱们闽潭的经济好，所有在编的民警每年的年薪呢是10到16万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干上30年是没问题的。大家别忘了，大家的工资是每年都上涨的。4、5年以后，大家的年薪就可以达到15到20万。30年，怎么说都能挣到500万吧，这还不算退休金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想送你钱，让你帮他办事，一旦你收了这个钱，你就和这500万说拜拜了。我希望大家掂量掂量，你要拿多少才可以和这个堂堂正正的500万
相提并论。当然，大多数的同志是可以拒绝诱惑的。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呢，是碍于人情世故。那么我就建议大家自觉净化社交圈、生活圈、朋友圈。而且，你们真的就缺那口酒吗？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讲，我这个人有点社恐，还挺社恐的。有人叫我出去吃饭，说实话，我坐在那个饭桌上，我是浑身别扭难受的。有那个时间，那还不如回家去陪陪老婆。今天在这里，我就可以表态，我不去饭局。如果有哪个民警看到我在哪个饭局上，你可以过来甩我2个耳光。小二，哎，那稿你写的吧？可以啊，你甩局长2耳光，挺猛啊！我哪敢呢？潘局讲话那都是脱稿，都是临场发挥的，是吗？还得是咱潘局，这次甩自己2耳光，传播力确实强。在办公室吗，潘局？在。我听说支队调你遇到了点问题，我想知道是你自己不愿意，还是你们那儿不放人啊？潘局，我不大明白啊，合成侦察中心应该玩的都是高科技的活吧？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，我能干什么呢？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啊。这个合成侦察中心是我一手抓的，是我想把你调过来。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是我呀？因为你敢说真话，敢在领导面前说真话。我需要这种真话，因为你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啊，是你们从一线带回来的问题，是最直接的。比方说，那天我听见的你说办案流程的问题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啊，那天，嗨，我这人脾气又比较臭，然后说到案子就爱急，而且我还爱发牢骚，这点不好。发牢骚得看发什么样的牢骚。你这种发牢骚是为了工作，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喜欢干事情，而且能干成事情的人。这点您放心，潘局，在我这儿案子大过天。我张伟别的不敢说，但是办案子没人能挑出我的错来。您说我擅长的就是案发72小时玩命追、抄家伙、抓人，能唬能炸。你说那天我听你们聊这个大数据。就这个东西，我完全没有接触过。我这人对于自己生疏的东西啊，我心里没底啊。你千万别让什么大数据啊、什么信息化这些词儿把你给吓着。我倒想问问你了，就你说的这个办案流程问题，如果你是领导，你怎么解决？那我说了，我认为第一要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。你看，我们平时出差、找人、抓人、蹲守、摸排、取证。哪方面都需要人，但是这个案子我根本就没有人可调，图侦那边人更少了，那案子都堆成堆了，根本办不过来。第二，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预算，但是修那监控吧，其实这案子一点都不复杂，之所以拖到今天，跟犯罪嫌疑人的智商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是因为咱们没有一个清晰点的监控，监控前划过一个人，我都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。第三就是我们跟那些外头的部门沟通的时候特别费劲，医院啊、学校啊。总让我们吃闭门羹。我先回答你那个办案流程，就是被害人在接触警那儿要做一遍笔录，到你这儿再做一遍的问题。合成侦察中心现在正在推广普及，人手都必须要配备电子笔录系统。有了这个系统，你刚才说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监控探头，局里正在申请经费，增加自建探头，还有你说的那些民用的监控探头。我们要数据共享。银行的探头好，质量又高又清晰，位置还好，如果能共享那最好了。不止这些，我们还要和电力局合作，共享数据，
我们要联网。这是不是解决了你说的警力缺乏的问题？那这样那就省大事了呀。但是，人能跟我们配合吗，潘局？我之前听到的都是我同事啊去跟他们沟通，他们总说那是他们的什么机密啊，机密的数据不能外泄，他不理我们呀。张伟，你办公室的茶杯要丢了，你怎么想啊？我得琢磨，谁最想喝水？别人没需求，你要创造需求给别人。我们跟电力局合作，共享数据，这不是只对我们有好处，我们要让他们也有好处。您那么说的话，那水利局是不是也可以啊？那我们禁毒就会方便很多啊。不只是水利局，合成侦查中心还要和更多的人去共享这个大数据平台。潘局，我觉得格局啊，这个词我很少用到，这是格局啊。你有特别好的一个优点，就是主观能动性。你在办案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坐等什么图侦啊、技术啊给你结果，而是你自己上去要。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真心希望你来合成侦查中心，当一个排头兵，你帮我们建立一个大数据刑侦平台。我愿意啊，潘局，但是你说这高科技的东西，我能帮什么忙啊？你队里来了新人，你怎么教他破案？我们一般接到案子啊，先分类，是类案、串案还是个案？类案、串案就找规律，时间、空间、主体、轨迹上的规律，然后再预判。个案的话就找原因，一般个案发生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征兆，我们就找因果关系呗。这是你的经验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经验。你来到合成侦查中心，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懂计算机的人，他们会把你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语言，开发成软件，帮助我们进行数字化信息侦查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潘局，我愿意琢磨这些事儿。但是刚才听您说这些，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搭档会比我更适合干这个事儿。在以前我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又忽悠我们分局的局长买了一个服务器，花了10几万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张文浩。张伟啊，哎，你不是说他很早就开始搞智慧警务吗？怎么后来调到这么偏远的派出所啊？后来不是那个经费没申请下来吗？他就一直挺郁闷的。加上这个人脑子又灵活，老对领导提要求，还老立军令状，立了还实现不了，一来二去的他就来这儿了。这应该是咱闽南最偏的一个派出所。啊，是啊，潘局，我是真没想到您真的能亲自来找他。说实话，这个所我都没来过，太偏了。他是主动申请来的？应该是他主动申请的，因为他那个脾气啊，大家说我姓石，那是没见过他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张所在吧？哎呀，所长一早出去了。啊，这小牛还挺难抓的。哥，哟，哎呦喂，你小子好久不见呐！哎，介绍一下啊，咱们市局的潘局长。哟，潘青山，潘局好。潘局，您这真的是够轻车简从的了。这他哪会服务领导？嗨，这一早上的怎么牵头牛回来？刚才老乡来报案，说是牛被偷了，这不找牛去了吗？其实没被偷，就是老乡啊，想让我们帮他把牛给牵回去。农村嘛，每天就这点事儿。老乡也是年纪大了，子女又都不在身边，腿脚也不利索。对对，我以前也在派出所工作过。我记得有一回啊，我们接到报警，一家人啊说他们家的狗丢了，我们就出去找狗，这狗还没找到呢，又接到报警，群殴，我们得去救人啊。你说，这是找狗重要啊，还是人命重要啊？但是丢狗的那家就是不让我们走，说要有先来后到，拦着我们的警车。对对，哎呀，这个天天都是这种事儿，我这每天都跟他们解释的口干舌燥的。所里其他人呢？我们刚刚完成上半年的各项指标，大家都在所里面2个月没回家了，我就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。现在就我跟教导员在值班，教导员昨晚上又去抓这个偷盗的去了，现在应该在宿舍补觉呢。潘局，您请屋里坐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所里的工作吧。先去宿舍看看行吗？潘局，
老张，老张，快起来，潘局来了。哦，潘局呢？张建栋，打扰你休息了。哎呀，您看也事先没有接到通知。来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这照片是谁啊？哦，这是我爸，那是我弟。啊，老爷子身体挺好。哎，挺好的。这屋子潮啊，山里就是潮。啊，您坐，您坐。哎呀，不知道您要来，房子味道大了点。这房子冬天住着阴冷吧？小王，哎，像这种条件的派出所，咱们市有多少？大概40、50个。42个。张总，过来坐。坐。你今年的工作总结我看了，你写的挺实在的，数据也清晰。像你们所这种条件的，我也了解一些。今年我让局里拨一部分资金，改善一下派出所的宿舍条件，像这种房子重新盖一盖，冬天配个电热毯，夏天配个空调，不求豪华啊，只要舒服就行。要不然你们住在这样的宿舍里，到时候生个病啊，得个老寒腿什么的，去看病还是国家花钱，是吧？潘局，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带不动空调的。这个楼都20年了，当初我们修的时候，本来是想做过渡房，上个厕所都要跑出去上的。行，这情况我也看到了，都了解了。回头我们做个方案，上局党委讨论，让政治部牵头，装才处落实，争取一步到位。谢谢潘局长。哎，好，太好了。张伟啊，哎，这张东浩不像你说的呀，这个脾气挺好，说话也不噎人。是，我这回见他也觉得他可能岁数大了，心态平和。他原本可以在市局或者底下分局找一份轻松的工作，但他主动申请到这么偏远、条件又不好的派出所来工作，难得。他以前就总跟我说，他说自己是个砖头，哪需要就往哪填。我相信咱们大多数公安民警都是跟他一样的，但是咱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这个精神境界啊。很多人把这就当一份工作，很多年轻的民警在基层派出所嫌苦嫌累，最后就辞职了。所以现在像你们这样的，大部分都是1个人顶2个人用，这个问题要解决。其实潘局，不增加人手也行，摄像头能清楚点，要盖章那些手续简单点也行。流程要改革，警用设备要更新换代，一步一步来，这都是时间和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得依靠科技。对，依靠科技，机器不用休息，有电就行啊。但是抓人的时候，还是我们一般用人一块上。要是抓人也用机器的话，那就得省发明出来机械战警了。呦，真到那时候，我们全人类都可以退休了。科技是为人服务的，机器也都是人发明的，但是机器永远替代不了人，啊，只不过机器和人工作的路径不一样。又是家里这事吧？主任，解决了吗？啊，没事。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？知道。当然是好事了。什么好事？咱们市局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，我是特意过来，想听听你的个人想法。我肯定服从上级安排啊。那咱局里什么意思？组织上要给你加担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谢组织的信任和认可。我这一方面感激，一方面又有点忐忑。
你让我先考虑考虑。你还是在顾虑家里的事吧？但这一次机会难得呀。你看，主任，你也知道我家里这些情况。你这样，我先回家商量商量，商量完了我再答复你，行吗？行吧，你好好想想，尽快回复。谢谢主任。哎，王老师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开会呢。啊，知道，那个数学作业群里打卡嘛，知道。对，晚上回去我就弄给您。现在就要。那您给我1个小时，我尽量，好吧？没完了，你这一完。怎么办？要不叫救护车吧？前面路口左拐。潘局，咱不是去现场吗？接个人。好。同学，我们那司机啊，家住得远，赶过来需要点时间。没事，正好顺路。这警犬一般不都是黑背或者拉布拉多吗？你别光看外表，他实力啊非常出众，是吧，不是？潘局，张伟，给潘局汇报一下情况吧。案情的事实还是比较明确的，一帮工人聚餐，全都喝了酒，有一个要结婚了，给大家晒自己未婚妻的照片；另外一个人非说这女的曾经从事过失足行业，加上这俩人之前就有矛盾，打起来了，越打越凶，一直打到那楼上，一个把另一个推下来摔死，应该属于激情。没完了，这里这点事儿你会至于完了？你是不是没完了？为这么点事儿，你至于完没有啊？又在害人了！还有2个来训票的工友，全都被他打伤了，伤红眼了。这伤人的人心理素质还挺好，把带血的衣服换了，还回宿舍把东西都给收了。同宿舍的人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，他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了。直到有人听到这里有求救声，才发现了2个受伤的工友开了私车。
花落的声息，谁用挽留海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违背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不